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杨迪一句话险酿大祸，白鹿差点永久告别跑男团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条动态引发了广泛的讨论，越来越多的网友加入其中。最终，这场网络风波导致了许多用户对该社交网络平台失去了兴趣。因此，为了在社交媒体上构建一个健康、和谐的社交环境，我们必须采取具体措施。娱乐圈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。在《奔跑吧》节目中，杨迪的一句玩笑话差点让新晋人气女星白鹿面临淘汰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请听我细细道来。原来，在节目中，白鹿试图帮助杨迪调整姿势，但由于力气不足，结果踢中了杨迪的身体。哎呀，这下可糟了！一声惊呼，立即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。白鹿被要求退出节目的呼声络绎不绝。或许你会问我，这不就是一个冷笑话吗？为何你描述的如此认真？不要急，让我们继续观看节目。白鹿因节目播出后遭受了强烈的舆论批评，绝大多数网友的评论都强烈倾向于责备他，白鹿的行为太过分了，这种人应该离开跑男团。更有甚者扬言要进行抵制。看到这一情况，我确实感到白鹿非常委屈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究竟会有多少人会深入探讨事件的真相呢？也许大多数人都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娱乐，盲目地跟随大众的脚步。让我们把时针拨回至节目录制现场，那时杨迪被要求进行空中360度自转。起初，杨迪大哥表现得相当坚强，一边俏皮地与大家互动，一边为节目增添气氛。然而，随着自转次数的不断增加，杨迪的面部表情逐渐变得丰富多彩起来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被吊在半空中，像一个活生生的人形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，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这恐怕比坐过山车还要刺激。此时，杨迪可能已经完全忘记了自我。此刻，其他嘉宾们都在做什么呢？他们全都忍俊不禁，捧腹大笑。李晨甚至调侃道：“你看起来快要吐了，还一直在说话，太搞笑了！这简直就是一本让人捧腹大笑的书。”在综艺节目里，别人痛苦就是你快乐的真理在此刻得到了验证。对于杨迪的处境，人们不仅无动于衷，反而感到无比愉悦。尽管杨迪非常难受，但他仍然尽力克制着自己的脾气，说道：“我真的要吐了，你们别笑了。”然而，这番话不仅没有让他感觉更好，反而引起了观众更大的笑声。就在这时，我们的女主角白鹿登台了。她默默地记下了杨迪的话，似乎打算帮助这个即将被过分捉弄的喜剧演员。在候场时，白鹿试图给杨迪调整一个舒适的姿势，大家都称赞她很体贴。然而，现实往往会使美好的期望落空，因为白鹿力气较小，无法独自移动杨迪这位成年男子。于是，他使出全力，一脚踢出，导致了开头出现的那一幕。现在你们应该明白了，白鹿并非意在将杨迪逐出节目组，而是出于好心想要帮助他。然而，好心办坏事，最终给自己带来了麻烦。这个尴尬而局促的场景，宛如一出讽刺剧。疲倦不堪的杨迪在一边，其他嘉宾在另一边笑个不停，而白鹿则想帮忙却无从下手。说实话，看到这一情况，我突然对这些综艺咖产生了深深的心疼之情。为了制造节目效果，他们舍弃了自己的一切。刚刚踏入娱乐圈的新人白鹿，大概从未想过，他的友善举动竟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。这便是娱乐圈的残酷现实，稍有疏忽，便可能落入舆论的陷阱。提及残酷，
我们不妨再来看看白鹿在节目中的另一个令人难堪的片段。这件事真是大开眼界，让我们见识了娱乐圈所谓的高贵面貌。一次偶然的聊天中，大家谈论起了中国高铁的迅猛发展。白鹿兴奋地提及他爸爸曾参与过高铁项目建设，并表达了希望横店能尽早开通高铁的美好愿望。最终的场面变得异常沉寂，仿佛时间在此刻凝固。张彬彬勉强忍住笑声，挠着头，而乔欣则直接撇了撇嘴，露出无奈的表情。就连向来活泼的杨颖也不禁尴尬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以后可以更快到白鹿家了。”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乔欣的日常生活。他居住的是一座每平方米价值11万的别墅，规模宏大，甚至可以停放私人飞机。至于日常出行，他通常会乘坐兰博基尼代步。他出生于一个无需出门就能到达罗马的国家，一生中可能从未乘坐过高铁。在这个时刻，白鹿是否突然意识到，在这个行业中，出身平平才是最大的罪过？仅仅因为一句无意说出的话，他的平民身份便显露无遗。皱着眉头思考一下，其他明星很可能从小就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长大，出入乘专机，回家则住在豪宅别墅里。相对而言，白鹿可能仍在为横店是否能通高铁这样的问题而烦恼。然而，你们是否留意到白鹿在提到他的父亲时，话语间充满了自豪和敬佩？他对自己家庭背景没有任何怨怼，反而对父亲的职业感到无比光荣。遗憾的是，在这个注重背景的圈子里，白鹿的真诚反而成了他的弱点，引起别人的嘲笑和不适，对他造成了严重的打击。娱乐圈的残酷现实是，你可以没有才华，但绝不能没有背景。白鹿的经历不正是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吗？提到白鹿，你们可能会感到好奇，他到底来自何种背景？为什么他看起来与别的明星不一样？不用着急，接下来让我为大家揭示白鹿逆袭的历程。尽管她如今已成为炙手可热的女明星，但在结识于正之前，白鹿的生活与普通大众无异。为了维持生计，她做过平面模特、网络红人，甚至还出演了一些微电影。周生如故的热播使白鹿一举成名，然而她并未像其他明星那样妄自尊大，反而始终保持真实、不做作的态度。你相信吗？在人设泛滥的今天，白鹿竟然毫不畏惧地宣称自己只有大专学历。要知道，在娱乐圈，学历是一个敏感的话题。为了维护自己的偶像形象，其他明星在说话时声音很低，笑容也不轻易露出牙齿，生怕被人察觉到他们哪怕是一丁点的低俗。正是因为白鹿的坦诚和幽默，她深受观众喜爱，这也导致了《奔跑吧》节目收视率的提升。在这个充满人设和包装的时代，真实资源极为稀缺。白鹿的逆袭历程正是这一道理的生动体现。她从一名网络红人做起，逐步成长为备受瞩目的当红女星，以独特的方式证明了即使没有显赫的家世，即使学历不高，依然能够在这个圈子立足。你是否注意到，白鹿的成功故事给平凡如我们的大众带来了一线希望？她告诉我们，尽管起点不高，只要通过不懈的努力，坚持做真正的自己，终将赢得认可和喜爱。提及此处，不得不赞扬节目组那令人惊叹的神操作。在预告片中，杨迪的玩笑话在经过节目组精心剪辑的效果处理后，再配上发人深省的标语，使得白鹿瞬间成为全网关注的焦点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。节目组的操作真是把白鹿推向了火坑，感觉整个剪辑过程有点歪曲，原本的善意行为被硬生生地转变为恶作剧。娱乐圈的残酷现实是，为了追求节目效果，可以不计一切，但却忽视了明星的真实生活。这种强烈的反差实在令人感慨。
在这个纸醉金迷的世界中，真实反而变得最为稀缺。指责白鹿开心和真实是节目组安排好的，这是白鹿在节目中的表现。大多数观众作为看客，可能是随着节拍起舞，乐在其中。又有多少人会去探寻事情的真相呢？在这个被各种信息充斥的时代，真相往往被掩盖在大量的噪音之下。你或许以为娱乐圈整天光鲜亮丽，其实不然，暗地里的波涛汹涌才最能代表它的本质。你永远也无法预测镜头前的欢乐时刻背后究竟蕴含了多少辛酸。在面对如此困境时，白鹿应该如何行动才能摆脱困境呢？她本来可以选择隐瞒自己的背景，伪装出一副高贵的模样，但她并未这样做。她依然骄傲地提起父亲的职业，保持着自己的本真。在这个看重背景的圈子里，白鹿凭借真实感受赢得了观众的支持和喜爱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身处那个尴尬的高铁话题场景，你会如何应对呢？或许你会找个借口溜之大吉，或者装出一副懂的样子。而白鹿则选择直面问题。娱乐圈里坚持做自己实属罕见，现在的明星们都拼尽全力美化自己，唯有白鹿选择展现最真实的自我。或许这就是白鹿在娱乐圈站稳脚跟的关键。在这个充斥着虚伪和欺骗的世界里，真实情感的表达显得格外珍贵。然而，这条道路真的轻松吗？面对无数的质疑和非议，白鹿是否仍能坚定前行？让我们共同期待她的表现吧。